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聊聊易经。易经啊，是我们古人最为神秘的智慧，它也是华夏的上古七书，群经之首，儒道两家都没有离开过易。说到这里啊，有人会问了，这不就是算卦的吗？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易经最细枝末节的部分了。当你了解梅花易数、紫微星斗的部分，才可以说真正初级的了解这门学问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易经，一定要去神秘化，为我们所用。所以大家要了解喜欢这个题材啊，我可以出一系列视频给大家简单聊聊易学。说到易经，我们要先知道它的三个作者。首先呢是伏羲，早在8000年前，人首蛇身的伏羲根据河图洛书创下了八卦图。第二个作者啊是周文王，周文王根据伏羲留下来的八卦图演化出了64卦，变化无穷。这其中的规律包含上到宇宙，下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命理，都在这无穷变化之中。第三个作者啊是孔子，孔子又将这64卦归纳总结整理，这才成就了今天的易学。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一统天下的谋士，他们都是易学的铁粉，甚至到今天，四川的孔子学院还以1元的价格传授5天的直播课，内容是数理规律、梅花易数、紫微星斗。感兴趣啊，点击我下方合集，在合集里的第一个视频可以学习。有的人说呢，人的命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好了，剩下你一辈子是赚多少钱，你的感情怎么样，会得什么病，会交什么样的朋友，都是按部就班的在走。因为在出生那一刻，很多事情都注定好了，所以啊，没有什么可纠结的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却能提前知晓这些答案，说起来是不是很悬呢？所以我们先来了解这门学问的基础中的基础——五行。有的人说，人的命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好了，其余的就是按部就班的在走，老天自有安排，没有什么可纠结的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却能提前预知这些答案，知道自己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事，不该做什么事。听起来啊，是不是很悬？但是懂易的人，他确实能够做到。首先要了解自己，就先要从基础开始掌握这个规律。下面呢，我们从五行和大家聊起这个很长的话题。五行它是什么呢？行这个字啊，代表行动，最为关键的是要记住2个点。既然行动，一个是行动的方向，另一个呢是行动的速度。那么这个五呢，金木水火土，这个大家应该是能猜得到。然后我们从木开始说起。木啊，并不是木头，古人指的是植物，大自然界的所有植物，比如说花草。方向呢，肯定是向上走的，就甚至连苔藓它也是向上走的。所以这里就记住，木是缓慢向上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火，火也一定是向上的，速度还是蒸腾的，不是缓慢的。那土呢，中正、平稳、稳定，像大地一样。金呢，比如金钟的声音一敲的时候啊，人的杂念就消失了，心突然静了下来，落下来了。比如古时候打仗，鸣金收兵，也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它是收敛降速往下走的。水呢，水也是向下走的，并且速度是很快的。这5种属性啊，就能代表所有，找不出第6个来。记住以上我说的这些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这金木水火土，它又分阴和阳。我们还是从木说起。一种木啊，比如说大树，苍天大树，这是阳，叫做甲木。还有一种木，比如说小花小草，相对比较阴柔，它叫做乙木。再看火，世界上最亮的火是什么？是太阳，没有比太阳更热的了。所以太阳就代表丙火。还有一种可以给我们的照亮、生活常用的火，没有太阳亮，我们称之为丁火。丙丁火这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土，土的话呢，山脉是不是土？城墙是不是土？砌墙盖房子的混凝土，它们都很硬滑，这叫做戊土，带有阳刚之气的。还有一种土非常的松软，大地上的土可以种下种子，叫做己土。戊己土这也就出来了，也和其他的一样，都同时代表阴和阳。我们再看金，比如大刀非常有阳刚之气，叫做庚金。但是也有一种金呢，它非常的软，比如打造出来的戒指啊、耳环呐，叫做辛金。水呢，大江、大河、大海代表阳，叫做壬水。雨露啊、霜雪啊，这种叫做癸水。这个字啊，大家不要读错，很多人都读它为癸。以上我说的这些就是天干地支中的天干，不要小看这门学问。我们同时啊，还要感谢上古时期3皇5帝的轩辕皇帝，这就是皇帝发明的。
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帝时期大饶氏发明的，这个呢我们无从考证。下一集和大家聊聊天干地支中的地支。熟悉这些之后，我再教给你一个方法，你就可以查到很多关于自己的信息。这里我隐晦一点，想要学习更多的内容，可以点击我的合集，到我合集的第1集可以报名参加学习四川孔子学院易经5天的直播课，内容绝对是让你受益匪浅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天干地支是来自于我们上古三皇五帝的时期。天干呢，上一集我们简单的讲述了一遍，这集呢我们来聊聊地支。我们都知道是10天干12地支，是哪12个呢？就是这些。这是按照月份来分的，也可以理解每个月份代表一个地支。寅虎呢就代表1月，卯兔呢就代表2月，后面呢以此类推12个月份。但是每个月份也有自己的五行属性，这也就对应了这一幅图，我们看应该能看得懂。比如农历1月2月，这是属木；4、5月为属火；7、8月属金；10月、11月它是属水，然后中间过渡和最后呢是属土。这张图大家可以保存下来，记住这张表的内容，加上我上集说的天干，天干地支结合在一起，就能解释每个人时间的秘密了。但是不要着急，我们一点一点来。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幅图，这幅图呢就是轩辕皇帝在5000年前定下的，它叫天机轮回表干支纪年法。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神秘？但是你要再往下听，你就会觉得古人留下的智慧真的是不可小视的。说到干支纪年法，这也是古人用易来演化的，就是来配对我们的年份。说到年份呢，如果我们把天干地支配对，阳支配阳支，阴支配阴支，配下来呢正好是60对，也叫一个甲子。正是人到了60岁称自己为花甲之年，年过花甲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每60年为一个轮回，这也正是古人留下的算法。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庚子年，都知道庚子年它是多灾多难的，因为每到庚子年，这个年份的五行相克达到了一个顶峰。它每60年为一个轮回，我们看1840年它就是庚子年，第2次鸦片战争；1900年庚子年，八国联军；1960年庚子年，年长的人都知道1960年它发生了什么。然后呢就是2020年庚子年，从武汉开始的事情，这里呢我就说的隐晦一些。其实每一个年份都有它对应的属性，包括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间也都有它对应的属性。所以为什么你在有的时候某年非常的顺利，在某年运气就不好，就是根据这个来的。说到这里呢，大家要是想学很多古人的智慧，这里我隐晦太多了，可以点击我的合集，点第1个视频，1块钱报名四川孔子学院的直播课。好，我们继续聊我们的话题，如何知道自己的属性是什么，如何根据天干地支法去算。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下集继续。